这个都是之前收集的一些素材。这个颜色非常浓厚的彩叶玉，这颗是比较大的亚猴，这个亚猴我已经养死了，唯独留下了这片叶子。这里面是随便夹的一些，随手夹其实也可以快速的收获一些。它甚至还有一些罗勒的香味，并且它们没有受潮，我也是非常的震惊的。还有这个。 这种黄色跟黑色背景的撞色特别好看。这样子有个缺点就是它的边缘不是特别整齐。这个银叶金合欢，它的这个黄色是相对比较难退的，所以很适合做干花。第一个弄的这幅最好看，加了浅色的背景纸的，全部收拾。每次弄这种东西就是桌面特别乱的，但是因为我那个电脑那样子放，所以这个桌面同时也可以作为手工桌，就特别实用。这样子有一个完整的大桌面，可以自由的用，还是非常好的，非常舒服的。贵的这个20几块钱一颗呢。当时都说了他们是同多，那我只是想说，走了，走了。这一串结的真好看。我们用这个旧的帘子来做厨房的半帘。对啊，它这也是4.5嘛，差一点点了。OK。做好了，其实就是2片帘子纱帘，现在给它装上。我要先把它这个拆掉，铁丝
它还是比较容易下坠的。连接的东西是这个伸缩杆，还有这种吊环，要提前装进来，因为它这个吊环是不能开的。为了配这个伸缩杆，我还买了是吊环跟夹子都是白色的，到时候要是真脏了的话，就放洗碗机洗。纯的一点咖啡粉，乌漆嘛黑啥都看不到。还有这些谢了的花。可以看我们高柜的进度，现在是框架搭起来了，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做完。拍。再来拆一个在市集买的杯子。
它是一个陶瓷工作室的，挺喜欢它这个纹路还有这个颜色的。还有这个是新到的一个香插，跟我那个涮的香插是同一家店的，一个卡皮巴拉的香插。同一家店还有一个是这个，它是一个冷水壶，但是我感觉它更适合做花器，就直接拿它来插的一个这个风铃，有点高挡住了，但是肉眼看好好看哦。这个蝴蝶兰又抽了一个花件，用奶茶杯废物利用做了一个滴漏的，这个水苔柱还是比较能浇水的。它会慢慢的往下滴，这样子我就往这边加水就可以了。当时上帝打印它打到一半料没了，刚好非常凑巧的可以拿来卡这个奶茶杯，手动加湿一下。加湿的前提是一定要通风。这里还藏了一个他的小伙伴。好严重啊！这些人是谁？他都买了。说的是。是我吧？书也看的。可就不许在这东京跑里待着，不要在这待着，就在原地。就挑出错。晚上做的这两幅，这个紫花风铃木跟这个黑色的底，非常大，好看。然后放这个在这，简单的一幅也一起放着。到时候我做很多了之后，全部都放在这里，嘿嘿。在这边贴了一个浴帘的杆子，其实也是可以晾衣服的，但是它这种可以拿来挂浴帘。我想把这个浴帘从一字形的换成这种半包围型的，这个接触面够大，应该是还可以的。买了这种伸缩的，可以调角度的那种。瓷砖不太好打孔，所以还是做了这种免打孔的方案。好，可以了。这里还需要扎带扎一下，顺带给这个浴室这边除一下霉。其实今年的天气相对还算好，回南天几乎没有，但是潮湿的一些位置的话，它还是会发霉的。像浴室这边，特别是装饰的当时这个做的
就很多卫生死角，而且这种角落也是非常容易发霉的。但是还好，不算特别难处理。喷到上面之后，它刚好沿这条缝下来，倒是挺好的，还可以哦。快看我这一颗在浴室的，因为这一块的光线相对好很多。这个是超级大跳叶的，不知道镜头能不能拍出来。它现在还是没有长定的状态，长定的应该是会更大的，个别的地方还是有点小缺口的。我的卧室这边门口有一面墙，它刚好是有一个挂钩的，一直想着说给它挂一点什么东西，然后就想到的是这一个。它本来是一个毯子，我看它那个图案很好看，有点舍不得直接拿来踩，所以感觉挂这里也挺好的。他们这边这个盆好像是跟隔壁一起，太晒啦，不行，太晒了。不管了，最先发芽的朱顶红，但是因为上次搬家，我把那个标签弄掉了一些，我已经不知道它是谁了。这里还有一个，就是每天都在这里数这些抽花剑的朱顶红抽多少个。这个其实它挺肥的，它的杆子这里特别粗。我翻了一下，好像这边这里面还有一个花剑，应该是的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这里有一个，这里又有一个，然后这里又有一个。这颗盆已经有点被挤得变形了，这个也是一个花剑，然后我发现这里一个，这里也有一个，那颗番茄它不行了，这边的植物区还没来得及整理。